就我会感受到那个被埋没掉的心情，因为没有任何人在跟我一样关注到这些事情，就会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好像在叫我说把他们发生的那个情况画出来，告诉大家，画出来。你通常在画这些船舰的时候，比如你现在在打稿的时候，它上面这些细节你是背下来，还是说你就做一个非常大概的样子？我其实就做一个非常大概的样子，因为现在我只是要再确定我的构图，大概用哪个角度去安排我的画面动线而已。就是那些细节，我到时候真的在画的时候，才会真的去一个看那个炮塔啊，或者是它的雷达到底长怎么样。你做了几个草稿？还有在做一些其他草稿，是像是这种，它从舰尾上拍过去，然后这样可以比较好感受到它要撞击的感觉。它的舰型我不是很喜欢，更激进一点的构图是这样子，但是就太有张力。会像你在打游戏，就像打游戏这样子。当然张力很强，但是最后这个东西更符合我的心境，就是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他们两个的互动，但同时又有办法把那个可能紧张或者是最后的那种气氛给带进去。看我作品比较多，会发现我其实很喜欢用这种斜角构图，常常画了好几个构图出来，就最后会选到这种斜角构图，是因为私心有点贪，就是我希望把这艘船上面的东西表达完整。这个角度是可以从一个斜后方，我从侧面、从上面、从后面看的3个角度都看得到上面的每一个。甚至每一个炮位的细节，雷达在干嘛？我的射击指挥所在干嘛？主炮在干嘛？机炮在干嘛？这个东西可以表现出最完整它那个船上面的状态，在应战，在准备人家可能会要转过来的那一个状态，是可以最完整的表现在这个角度上的。这个构图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比较难投入直接证据的故事情节或构图里面，飞机的尾翼上面的编号会变得很重要，所以我必须找到那个角度，有办法让观众看清楚它属于哪一支部队，因为它会写在尾翼上面，我就可以把这张作品 focus 在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上面，而不是随便丢在任何一个海空战的现场，它都适用的这种图。这是我画一个台湾松航空战，它是一个长达4到6天的战斗，从1944年的10月12日到16日，其实就是美军把他们的主力航空母舰都开到台湾东部外海来，要对台湾实施轰炸，因为他要清除台湾的各种能支援过去的力量。日本就把他们准备蛮久的一些航空队的战力，分别部署在九州跟台湾这2个方向，全部投入到这个对抗当中。那支部队会被我选到，原因是因为他的队长的姓氏很特别，他引起我注意。他的姓氏是长征我部，这个姓氏熟日本史的朋友应该就马上可以联想到，就日本战国的武将，有些写长征我部，有些写长征我部。对，他的后代，居然在太平洋战争里面是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带领着鱼雷攻击机队南下，在台东外海跟美军航母做对抗。我现在取的这个景是在讲他们整支部队唯一一个可以被确认的对美军造成的伤害。他们总共17架攻击机，成功降落到台湾的其实就只有1架，就是长征我部的那一架座机。这个场景其实是其中1架，它在被击中之后，很迅速的在短时间内决定判断说我回不去了，挑了离他最近的一个美军船舰为目标，当时会被称为自爆，就是直接撞上去，期待可以用自己的冲击或者是燃油爆炸带给敌人更多一点的伤害，比起他可能在返航途中坠海。阅读那个资料的时候，有发现一个小玄机，是他们攻击开始应该是11分，他好像13分还14分的时候就已经撞到他的舰尾了。通常那个时候日军的自杀行为会分为2种模式，当一个飞机被击中，驾驶要判断说我现在到底要不要执行对等伤害，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确认我飞机飞得回去还是飞不回去。那这件事情有2个时间点可以确认，一个是你被击中的当下，它有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可能引擎被击中，某些很大部件的结构直接不见了，在当下就会切换成好，我要跟你对等会伤，我要直接撞上你。第2种情况是整个攻击队已经完成他的 run，
可能在空中集合，甚至已经离开战场了。在这个路上，他发现说我可能被打到漏油，或我起落架直接不见了。突然在这时间点判断说我没有办法安全返航，那个时候他再折返战场，最后回去撞美军的船舰这件事情，从那个时间点可以确认说，他绝对是在第一波冲进战场的当下就被击中，高爆弹的破片或者是机炮弹药或者什么，然后让他马上就可以意识到说，哇，我是完全不可能回去的状态，他才会做出这个决定。你指花冒烟是？我指花冒烟是因为美军的战报并没有提到他在撞上之前有着火，报告上的用词是用 crash landing， 不是写着说他冒着火坠毁到这里。我脑袋中推理出最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引擎之类极重要的部件直接有感的被打中，他飞机还保留一定的操控性，使他可以有意识的撞上去这件事情。很小的时候也当过那种什么东西帅画什么，它不一定要跟我有关系。后来慢慢有发现说，我在读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事件，可能是小战斗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资料，没有被看到，但是它可能很精彩，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很关键的影响力。我在边读的时候，我脑袋就会有一些画面出来，然后就想把它画出来。我每次看完你的画面的时候，我觉得感受到的是渺小，就人在这里面不重要。我比较常画的那个年代，二战前后的战争风貌确实是长这样子。虽然所有武器都要人在操作，但是你仿佛就只是一个螺丝钉。载具更像是我的演员们，我要导这场戏的时候，他们该是出现什么样子，在做什么事情，是我要安排的。事件发展的过程，或者是他当下的那一个状态，去做表现。所以其实更准确的说起来，你一直以来在画的就是一种历史画，可以这样子说。很多人看你的画，其实第一眼会以为你在画照片，可是实际上我们这次来访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虽然是有看照片，但是照片根本就不是你画的那个东西那个角度。毕竟我需要取一个我认为最棒的角度，真的要找到这个角度很难。对，或者是说，如果他已经被照出这个角度或这个事情的话，他就没那么有趣了。我在读到这份资料或故事的时候，我脑袋里面第一个闪出来的那个景象，它可能是一段类似电影的东西，我在里面找出一个具代表性，甚至是把那一段东西的精华全部集中到画面上。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做了一个模型，打完光，然后自己在那边画？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从游戏里面去解到那个东西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它只是提供我一个参考物，我只是需要那个参考物大概光影长怎么样。因为到最后我要把它所有的东西都融进去我的画面里面的时候，它是都需要做微调的，甚至是透视上或者是应该说细节上是肯定得做的。但我有个非常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镜头总是不是 focus 在任何一条惊慌失措的生命，或者是说即将赴死的这种战士的脸上，而是你的镜头其实是在一个挺远的，尽量不去抓到人物表情的，不是那个激情四溢的那个东西。因为我自己是旁观者，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也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我不想要破坏那个客观性。比如说，我把一个日军的飞行员，把他那个可能很悲壮的感觉，然后画得很惟妙惟肖这样子，那我是不是就有立场？或者是我把美军防空炮手那个很事不关己，我好像就只是像打游戏一样在打那些飞机的那个表情画出来，画面要传达的事情会变成另外一件事，那个就变成在探讨在那个情况下的小角色他们的情感，可是相较于情感，更多的是要讲那个意境，不是那种个人的情感，是一个事件所发生的大环境下那种意境。你说你读到很多文献，那你都是因着什么，或你读到了什么，然后才觉得，我可以画一张画？读完那个文献之后，第一个会跑出来的画面，然后慢慢的仿佛会感受到说，参与这事件当事者的那些人，就我会感受到那个被埋没掉的心情，因为没有任何人在跟我一样关注到这些事情，就会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好像在叫我说把他们发生的那个情况画出来，告诉大家，画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说这可能是我自己自我感动，自我实现，对，自我感动，但是这个就是我最原始为什么会想要画这些东西的那个最原始的启动点。